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从汉字日出发，跟着太阳的升起与落下，聪明高效的学习7个常用汉字，28个常用词语。还有日语当中的刚吉兹和刚汤有什么区别呢？日语中的时雨喜ぐれ为什么指晚秋、初冬时的小雨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有趣的汉字吧。第一个汉字，今天最基础的一个汉字“日”。日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写法是一个太阳的形状，中间一个点儿，表示太阳的能量、太阳的光芒。所以它的本意就是指太阳。我们看下面的词语，日出。日出就是早上太阳从地面升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日出了。比如说，我早上6点起床，爬到山上看日出。再比如说，日落。日落就是傍晚的时候，太阳慢慢的往地面下面走，最后看不见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日落了。比如说我们在海边看日落，天变得红红的，很漂亮。日的引申义有一天，大家想，每天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所以日引申为一天。这个一天指的是普通意义上的完整的一天，是完整的24个小时。我们看下面的词语，日记，一个人每天记录的事情，这个就是日记。日报就是每天出版的报纸。日常就是指每天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刷牙、洗脸、睡觉，这些都是日常。好，第二个汉字旦，旦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太阳，下面一横，表示地面，合起来就表示夜晚结束，早晨来临，太阳刚刚从地面升起的样子。所以旦的本意就是指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旦的引申义呢，表示这一天、某一天。大家认为天一亮，新的一天就开始了，所以旦引申为这一天、某一天。但它强调的是从这一天、从某一天开始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下面2个词语，元旦。元是第一，旦是早晨。元旦原本指的是新年第一天的早晨，但是后面呢，慢慢指新年的第一天，就是指1月1日了。词语一旦，一旦原来的意思是指一天之内，一天是很短的时间，给人一种很突然的感觉。后来人们发现，突然发生的事情常常会引起后面的事情也发生变化，所以一旦引申为前面的事情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就会跟着发生。比如说，一旦下雨，我就不去公园散步了。好，在日语当中，有2个词，刚吉兹和刚当，这2个词怎么区分呢？刚吉兹就是元日，元是第一，元日就是指新年的第一天，就是指1月1日。刚当元旦，元是第一，旦是早晨，所以元旦实际上指的是新年第一天的早晨，就是1月1日的早晨。好，我们看第3个汉字早。早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写法是上面一个太阳，下面像一个破皮的种子，合起来呢，就像是早晨太阳快要冲破黑暗的样子。早的本意就是指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比如说下面的词语早餐、早饭，就是指早晨吃的饭。
早起就是指早晨起床早的引申义，有时间在前，就是与平常约定的时间比提前了的意思。比如说早退，就是与平常的下班下课或者会议结束的时间比提前离开了。早恋就是与大家平常恋爱的年纪比提前恋爱了。早产就是与大家平常生产的时间比提前生产了。早到就是与大家约定的时间比提前到了。大和早都表示早晨，那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但经常用在书面语当中，早呢经常用在日常对话当中。好，第4个汉字木，木最早写作墨，墨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写法是上下4棵草，表示草原，中间一个太阳，合起来就表示傍晚的时候太阳快要沉到草原下面了。所以木的本意就是指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后来古人为了区分这2个汉字，用墨表示没有，在墨的下面加了一个日，造出了一个暮字，专门表示傍晚。比如说一个词语暮色，暮色就是指傍晚的天色，太阳快下山了，光线慢慢变暗的样子。暮的引申义有晚的意思，比如说暮年就是人到老年、人到晚年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5个汉字晚。晚这个汉字呢，左边的日表示意义，就是说这个汉字跟太阳有关。右边的冕表示读音，只是这个读音后来发生了变化。选择这个字作为读音也是有意义上的考虑的。冕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写法是一个人戴着一顶帽子，身体向前，像是要逃跑的样子，所以冕的本意就是逃跑、离开的意思。你看晚这个汉字，左边的日表示太阳，右边的冕表示离开，合起来就表示傍晚太阳快要落山了，太阳快要离开了，这样的意思。晚的本意就是指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看下面的词语，晚餐、晚饭。晚餐、晚饭指的就是晚上吃的饭，傍晚吃的饭。好，晚霞就是指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天空出现的红色或橙色的云。晚的引申义表示时间的后段，时间靠后或者与平常与约定的时间相比推后了。比如说晚年，晚年就是指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晚期就是一件事情的最后的时间段。晚婚就是与平常大家结婚的年纪、结婚的时间比晚一点结婚。晚到就是与大家约定的时间比来的时间推后了，就是来晚了的意思。好，暮和晚都表示傍晚，那么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暮经常用在书面语当中，晚呢在日常生活用语当中使用的比较多。好，第6个汉字时，时这个汉字左边一个日表示意义，就是表示这个汉字跟太阳有关。右边的巳表示读音，只是这个读音后来发生了变化选择巳作为它的读音也是有意义上的考虑的巳在古代是掌管时间的地方。为了农业耕种，古人对时间的感知不是按照小时和分钟来的，是按照季节来的，所以时的本意就是季节。有一个词叫4时，就是指春夏秋冬4个季节。时的引申义呢，就是泛指一切时间，就是指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时间段。比如说，我们看下面几个词语，平时就是指通常的时间段，有时就是指有些时间段，此时就是指现在这一时间点，临时就是指事情快要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时机就是指一个适合行动的时间点。日语当中的时雨喜姑嘞，为什么指的是晚秋、初冬时断断续续下的小雨呢？时的本意是季节，所以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时雨是固定季节下的雨，就是在秋天快要结束、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下的雨。这种雨呢，不会一直的下，它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季节在变，心情也在变，带着伤感的情绪。好，第7个汉字左，左边的日表示意义，表示这个汉字与太阳有关。右边的乍表示读音，只是后来读音发生了变化。选择乍这个字作为它的读音，也是有意义上的考虑的。乍这个汉字在古代的写法是一个衣领的形状。大家想，衣领是一件衣服开始的地方，所以乍引申出了刚刚这个意思。你看左这个汉字，左边的日用的是日的引申义，表示一天，右边的乍表示刚刚，合起来这个汉字左，它的本意就表示刚刚过去的一天，昨天就是表示刚刚过去的一天。昨的引申义呢，指过去以前的某个时间或者时间段，但是这个呢，常用的词语并不多。好啦，这期节目我们一共讲了7个常用的汉字。日的本意是太阳，旦和早的本意是早晨。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旦经常使用在书面语中，早是日常生活用语。暮和晚它们的本意是傍晚，最大的区别是暮经常使用在书面语中，晚经常使用在日常对话用语当中。时的本意是季节，后来指所有的时间。昨表示刚刚过去的一天，比如说昨天。太阳的升起与落下，创造了时间，也创造了这些与时间有关的汉字。我一直相信，理解了的内容更容易记住。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视频的最后是一个笔记总结和视频链接，我们下期再见。